我在外面等你们。思吹，温先生，我陪你吧。你陪我？是啊，反正中尉前辈进去也是要商议要事的，我进去了也没什么用。我们继续聊，刚刚我们聊到哪儿了？哎，魏前辈当真有把5岁小儿当成萝卜种在土里过吗？就像这样。随他去吧。那个小朋友真可怜。不过，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韩光君也曾经把我放在兔子堆里养过。真的吗？而且兔子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然后啊，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胡萝卜。宗主，不见，有什么事日后再说。没看见现在是什么情况吗？弟子说过了，但是2名女子说她们就是为今天的事而来，而且她们还带了一批名贵的药材来，好像是知道几位宗主受了伤。哦，诸位，请自己随便做，容江某失陪片刻，去便回。江宗主客气。啊，安斋，请坐。不得胡闹！江城都去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呀？进来吧。
你们就在这里说。再说一遍，江宗主，你这是……此事过于骇人听闻，江某不敢贸然，所以细细盘问一番，耽误了些时间。恳请诸位先静一静，听听这两位的话。你们二位，谁先说？我先来吧。我要说的是一件大约11年前的旧事。我叫思思，本来是个做皮肉生意的，也算是红过一阵吧。10几年前想着找个富商嫁了，谁料到那个富商的老婆是个厉害的，找了一群大汉，带刀划了我的脸。会带我一份儿，我把脸遮起来也能凑合。有一天，有一个同巷子的姐妹突然接到了一单生意，她点了我们好多人，用马车接我们去了一个地方。一下点了这么多人，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儿。本来就是啊，钱都给了，还美不死你啊！我虽然拿了金锭，却还是觉得不对劲儿。既然是有钱人，为什么会找上我们？说直白点，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到了，应该是到了，到了。嗯，走，快点儿。果然够丑，带进去吧，给那老东西好好玩玩。走。接着。是金光瑶。那个这么说，那个躺着的人，就是那是。继续说。后来还能怎么样？那个中年男人喊着，挣扎着，可是浑身却没有力气，还没怎么着呢，就有出气，没有进气了。他就这么死了？可不是吗？谁见过这种阵仗？我们吓个半死，想着停止这场交易，可是帘子后面那个人他说说什么？他说死了也别停。哎呀，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金光善再怎么说也是他的亲生父亲。若这件事是真的，这也太……哎，当时那个人死了，我就知道我们都完了。
果然，事后我那20几个老姐妹全都被杀了，一个不留。那为何单单留下了你一个人？我不知道。我当时苦苦哀求，我不要钱，我也绝不会说出去。没想到，他们真的就没有杀我，把我囚禁在一处居所，一关就是11年。直到最近，我才偶然被人救了，逃了出来。谁救的你？我不知道，我也从没直接见过救我的人。他听了我的事情之后，决定不让这个道貌岸然的败德之徒继续欺骗众人。就算他如今一手遮天，也要将他所做之事全都披露于众，给被他害了的人讨个公道，也让我那20几个姐妹能够安息。你所言之事，有什么证据？没有。他细节说得如此清楚，绝不是谎言。这位姑娘，我似乎在哪里曾见过你。应该是见过的。岳林秦氏举办清谈会的时候，我时常伴随在我家夫人左右。岳林秦氏，莫非你是金夫人的侍女？是。蓝先生记得没错，我是金夫人的贴身侍女，小人名叫碧草。我要说的事发生的更早一点，大约在12、13年前。我是看着我家小姐长大的，我家老夫人对小姐向来宠爱有加，但在小姐即将成亲的那段日子，夫人却一直心情不好，整日闷闷不乐，甚至白天突然就以泪洗面，晚上也是天天做噩梦。我以为是因为小姐要出嫁，夫人心中舍不得，便一直安慰她，说小姐要嫁的那位莲芳尊金光瑶年轻有为，又是一个温柔体贴、专一不二的男子，小姐嫁过去一定会过得很好。可是夫人听了之后，看上去更难过了。过了几天，小姐成亲的日子就定了下来，夫人一看到帖子便晕了过去。小姐成亲之后，夫人就一直闷闷不乐，生了心病，病得越来越严重。临终前，夫人终于撑不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莲芳尊金光瑶和我家小姐秦素，他们哪里是什么夫妻？他们根本就是一对兄妹呀！我家夫人实在是太不幸了，秦老宗主那个老东西简直不是人。他贪恋我家夫人相貌，在一次外出醉酒后，强迫她，我家夫人哪里抵抗得了？事后也不敢声张。金光山记不清小姐是谁的女儿，可是我家夫人怎么可能忘记？她不敢去找金光山，又知道我家小姐情绪于金光瑶，她挣扎了很久。为了不铸成大错，他还在大婚之前悄悄去找了他，吐露了一些内情，苦苦哀求他取消这门婚事，万万不可酿成大错。谁
谁知金光瑶明明知道小姐是他亲妹子，可还是娶了她呀！秦老宗主跟随了金光善多少年呢？他竟然连自己老部下的妻子都要染指，都不放过。这个金光善真是禽兽不如！对呀。金光瑶若想在兰陵金氏站稳脚跟，就非得有秦苍叶这位坚实的岳丈给他助力不可。他怎么会舍得不娶呢？哼，论丧心病狂，金光瑶，他简直是举世无双，无人能出其右啊！难怪他当初在密室对秦素说：“阿松必须死。”看看，我说的没错吧？我早就听说他儿子根本就不是别人害的，而是他自己下的毒手。姚宗主，此话怎讲？大家都知道，亲兄妹所生之子，10之8九会是痴呆儿吧？孩子太小时，旁人看不出来什么端倪，可一旦长大，孩子不同于成人之处就会逐渐暴露出来。可若是真生出一个痴呆儿来，那我旁人自然会对金光瑶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甚至会说金光瑶是沾了娼妓的脏血才会生出这样的孩子之类的风言风语。而且大家仔细想一想，当时毒害金如松的人刚好是反对他当仙都的那位家主，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杀了金如松，嫁祸给反对他的家主，然后再以给儿子报仇的名义，光明正大的讨伐了反对他的家族。哼，虽是冷酷无情，却是一箭双雕啊！脸风尊可是好手段呐！金陵台清谈会上，你是不是见过秦素？我当晚在芳菲殿内，秦素和金光瑶发生了一番争吵。他说他去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告诉了他一些事情，还给了他一封信，说这个人绝对不会骗他。是不是你啊？是我。这个秘密你已经守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忽然决定要告诉他？又为什么忽然要公之于众？因为我得让我家小姐知道她的丈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原本我也不想公之于众的，但是我家小姐在金陵台上莫名自杀，我一定要揭露这个衣冠禽兽的真面目，给我家夫人和小姐讨回公道。你真的不知道吗？正是因为你告诉了你家小姐，所以她才会自杀。哎，你这么说我可就不同意了。难道她非要隐瞒真相才对吗？哟，这镯子不错呀。可是今天把这2位送到这个地方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哎呀，我们何必纠结于此呢？我们只需要知道有一个人他是义士，他一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对，是站在我们这边的。颇多存疑。何处存疑？存疑可多了。首先，这金光瑶如此心狠手辣，为什么杀了20多个人之后，偏偏留下了思思一个人？现在人证有了，那物证呢？哎，这不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
当初金光瑶就是靠讨好赤峰尊和泽无君，才得以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呀。否则，他一个娼妓之子，何以能做到今天的位置呀？他竟然对赤峰尊下毒手，泽无君现在还在他那里，只怕万万不要有什么闪失才好啊！不光是义兄，亲兄弟更是难逃一劫。金光善死前那几年，他忙着到处清理他爹的私生子，生怕有人杀出来跟他抢位置。这么看来，莫玄羽还算好的。要不是疯了被赶了回去，说不定和其他那几个人一样，因为各种原因消失了。金子轩的死，也肯定和他脱不了关系。哎，你们不要忘了，还有薛洋这一出呢。当年薛洋不是逃走了吗？这肯定也和金光瑶有关系。是啊，控制傀儡的阴虎符不也是薛洋造的吗？如此看来，这位金某人杀父、杀兄、杀子、杀主、杀友，实在是太可怕了。今日也是，我看啊，那个金光瑶，他是看这些年来各家势力都日渐扩大，逐渐变强，他心生危机感，所以他也害怕自己会像当年的岐山温氏那样被推翻、被颠覆，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想设计叫我们一网打尽。哼，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让他最害怕的事变成事实。不如我们就攻上金陵台。对，就在今天之前，这位可怕的人物还是人人交口称赞的敛方尊，没想到一天之间就人人喊打了。魏先生，魏先生，魏先生，金光瑶这厮手里有阴虎符，这事儿得拜托你了。啊？哦，不错不错，此道之上无人能出夷陵老祖之右啊！哟，这下金光瑶可真是踢到铁板上啊！是啊，把金光瑶挫骨扬灰。南战，你怎么看？送信之人明了，写信之人是谁？先救下思思，说服他作证，又贿赂碧草，把事情捅给秦素，再选择这个时候，让他二人把金光瑶的丑事公诸于众。这人每一步都深思熟虑，城府之深，只怕不在金光瑶之下。不过我猜，这个人就是指引我们找到赤峰尊的黑衣人。尚无证据。目前是个人是敌是友，动机如何，还不好判断。不过金光瑶证据确凿，大势已去，倒是板上钉钉。我即刻发信给兄长，提醒他万事小心。怎么了？没事，那里是江氏祠堂。要进去吗？不了。
江叔叔，于夫人，师姐，是我又来打扰你们清静了。我以前啊，可是这里的常客。于夫人3天2头就罚我。略有耳闻。都传到你们姑苏去了，哪还能叫略有耳闻啊？不过这么多年啊，我还真没见过第2个女人像于夫人这样脾气那么暴躁，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把我赶到祠堂来罚跪。罪过，罪过，罪过！你不打算告诉江城吗？不知道，至少现在不会吧。毕竟，你们也是兄弟。我和江城之间的隔阂渊源已久，没有那么容易解开。何况，这阴虎符毕竟是我创的，不管有没有金光瑶，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魏无羡，你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带人就带人。你可还记得这里是谁家，主人是谁？我并没有带韩光君去莲花坞的其他机密之地，我只是带他过来上几炷香而已，祭拜一下江叔叔和于夫人。我们现在就走。你确实应该好好跪跪他们，平白的到他们面前污他们的眼睛，辱没他们的清净。江宗主，请注意言辞。我注意？我看是某人需要注意举止了。你早就被我们家扫地出门了，你有什么脸面进来面对我的父母，面对我姐？江万一，蓝湛，蓝湛，我们走吧。要走就走得越远越好，别再让我看到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出现在我的王亲面前。江城，你要骂就骂我，不要带上别人。我有必要对他好脸色吗？魏无羡，你忘性可真大。那我就来提醒提醒你吧。当初就是因为你逞英雄，救了你身边这位蓝二公子，整个莲花坞还有我爹娘都给你陪葬，这样还不够，连温氏你都要救，拉上我姐姐陪葬，你真是好伟大呀！更伟大的是，你还如此宽宏大量，带着这2位前来莲花坞，让你的鬼将军在我们家门前徘徊，让蓝二公子进来上香，存心给我，给他们找不痛快。蓝二公子，你也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呐！堂堂姑苏蓝氏双璧，不顾蓝氏100年清明，竟然跟夷陵老祖魏无羡同流合污，真是让你舒服。你哥哥脸上有光啊！江婉音，你给我马上道歉！道歉？为什么要道歉？为侮辱了你们这段伟大的知己之情吗？你还有完没完？要打便打，怕你们2个吗？